大家好，我是曹伟东。1月29号啊，这个伊朗受到了3架无人机的攻击。那么他当时呢是击毁一架啊，还用电子干扰啊摧毁了、拦截了另外的2架。那么这起攻击事件众说纷纭啊，到底是属于恐怖袭击呢，还是说美国呀、以色列呀等国家对他的有意识的这种打击呢？我们只能从就是现在报道出来一些消息呢进行一下分析。首先这件事情啊，我认为和它的大背景啊直接有关，就是美国单方退出伊核协议以后呢，虽然谈判也在进行，但是这个情况并不好，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分歧非常的巨大，所以美国现在仍然非常的敌视伊朗，对它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啊，还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以色列呢认为，这个伊朗呢在研究的这个核领域里边啊，不仅仅是这种和平利用，是这种核电站，而是要把它转化为军事上的用途，也就制造核武器。所以呢，他对这个伊朗的就核研究方面的这些事情呢，还是看得非常的紧。稍有个风吹草动呢，就要进行打击。况且他一直在对外宣称，就是伊朗一直在进行这个核武器方面的这种研究。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由于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美国让伊朗选边站啊，就是一定要像他这样，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来和这个俄罗斯呢进行交战。那么伊朗显然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就是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合作啊。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所以伊朗呢，它现在有一个设施啊，对外面呢，当然就是说制造这个军事产品的，有的人说呢是为这个俄罗斯制造这个无人机的，众说纷纭吧。那现在有3架无人机啊，这个对这个设施进行了攻击。那这3架无人机呢是民用的，而且呢是4旋翼。4旋翼的无人机呢有一个可以垂直起降啊，就是不要像固定翼飞机还得有个发射场啊，这个回收也比较困难，比较稳定，可以悬停，就像直升机这样的悬停。但是它有弱点，就是速度比较慢。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飞行的距离啊比较短，因为你这个是4旋翼的，不是像固定翼飞机啊，有机翼有升力，速度可以比较快，所以它的速度比较慢，飞行的距离比较短，而且有效的载荷呢也比较少。但是呢，这3架飞机组成了一个蜂群，对伊朗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从军事上讲呢，我分析可能有2种意图，一种呢就是想利用这个无人机，由于它的这个速度慢，噪音小，或者是说声音小，不太容易被发现。那么特别是民用的啊，就是它很容易就买到这样的装备，然后呢在伊朗的境内啊释放，而不是说我要从其他国家侵入伊朗的领空，然后到它的纵深去打击伊朗的这个目标，而是说通过这个执行这次任务的人员，只要把这种民用的无人机带进来组装，然后在这个目标附近放飞就可以了，只要上面挂载上这个爆炸物就可以对这个目标进行打击。那他现在呢一个就是想通过3架无人机，比如说都挂载几公斤或者10几公斤的这个爆炸物，然后呢接连的对这个目标进行爆炸啊。比如说第1架无人机先把窗户炸漏，然后或者门炸漏，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另外2架可以飞进去，再进行更大的破坏。这是一种直接破坏的方式，就插达一体。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来进行一种测试，到底这个目标是不是造这个军事设备的，是不是给俄罗斯制造这个无人机的？那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怀疑。那么我先用这种无人机来测试一下，看看你对这个区域或者是这个目标的防御的措施、防范的措施怎么样？我先测试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反应很激烈，就是防守很严密的话，那这个目标一定是相当的重要，可以说作为一种测试。那么现在呢，伊朗先是把1架飞机给打了，但是呢，它也发生了爆炸，但是没有造成巨大的比如说把厂房炸坏，或者是大量的人员伤亡，没有这种情况。另外2架呢，伊朗说被它用这个干扰
给它就是拦截了。那从目前的情况看呢，现在美国是马上撇清干系，说这事可不是我干的啊，跟我美国没关系啊，所以你伊朗要报复的话，你可别报复我美国。那么还传言呢，就是说，这事儿是以色列干的。那么以色列呢，对此事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啊，就是没说是自己干的，但也没有否认说不是我自己干的。所以呢，现在还要靠伊朗去调查，因为它是民用的无人机啊，你不好说这个具体是哪个国家的。即使是以色列制造的民用的无人机，那以色列也可以说，这个我制造的无人机它是用于送快递的，可不是我让你挂着爆炸物去打目标了呀。所以这个还需要调查。但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分析到就是这个外界对伊朗和这个俄罗斯进行军事上的这种交往因为他们怀疑就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提供了常规的这种导弹，就是伊朗制造的，所以帮了这个在俄乌冲突中没有和美国一样选边站，没有站到这个北约的西方的阵营里面去，所以要对他的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这可能是就造成这次袭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以色列认为这些厂房或者这些研究机构和伊朗的这个核研究核设施有关系，那我就先这个测试一下或者是破坏一下。但是通过这件袭击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还是有一些防范的起码是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拦截并不是束手无策。那么今后呢，它可能对一些重要的目标不但要加强就是像对拦截有人飞机还有导弹这种防御的能力，特别是要对自己国内一些重要目标，因为这些很显然是人已经进了伊朗的境内，然后组织的这次袭击。那这个对于低慢小这样的无人机特别是民用领域里边的这些无人机的改造或者是改变它的使用方式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如果这次袭击得逞的话，那它的这些厂房人员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或者是破坏。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